4680，金价一夜暴涨 2.39%， 白银同步跳涨，一根大阳线把上周所有的犹豫全部抹掉。周五这一夜，多头彻底占了上风，可周一亚盘一开盘，金价却悄悄低开，往回吐了10几美元。所以问题就来了，这波冲上4680，逼近前高的行情，到底是要一鼓作气突破4740再创新高，还是超买之后先回踩4590，把浮筹洗一洗？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周末2天休市，没有新的收盘价，所以我们先一起回顾上一个完整交易日，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周五，黄金和白银那一场漂亮的大涨，然后再看看周一早盘重新开盘之后，盘面上留下的这个小小缺口，到底说明了什么？郑重提醒，我在节目里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只是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判断。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上一个交易日，也就是周五，黄金收在4680.6美元，大涨 2.39%， 白银收在 69.53 美元，涨 2.09%， 两个品种双双拉出一根有力的大阳线。第二，这一波的主角是周五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的偏鸽信号，市场几乎把9月降息全部计入价格，走的是宽松交易，而不是避险。第三，接下来最该盯的是本周五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黄金4740这道前高和4590这条生命线。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整体的感觉，周五这一天，贵金属市场的情绪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扬眉吐气。在这之前，黄金已经在4500到4600这个区域来回磨了好几天，多头憋得有点难受。结果周五一根大阳线，直接把金价从4571.4推到4680.6，涨幅 2.39%。白银也不甘示弱，从68.1一路涨到69.53，涨了 2.09%。你会发现，这一次黄金和白银几乎是手拉手一起冲的，没有明显的谁强谁弱，金银比价基本还是稳在 67.3 附近，说明这是一次由同一个宏观逻辑驱动的比较健康的普涨。这里我想跟你做一个诚实的回顾，上周日我们在节目里特别标了一个位置，说4590这条刚刚被收复的200日均线是多头的生命线，只要它守得住，向上的突破才算数。同时也提醒大家，别在超买的行情里去追最后一口。结果这2句话周五都得到了验证，4590稳稳的守住了，金价顺势往上一举突破。而周一早盘的这个低开回吐，又恰恰是超买之后追高需要谨慎的一个注脚。所以你看，市场很多时候就是在关键位置的攻防里，一点点把方向走出来的。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那道大门，就是前高4740。我也想专门说一说周一这个低开的缺口。周五收在 4680.6， 周一亚盘重新开盘之后，价格并没有顺着周五的气势继续往上冲，而是低开了10几美元，在4661线徘徊。你先别急着把它解读成转势的信号，周末2天没有新的交易，缺口这种东西本身既可能是获利盘的正常兑现，也可能只是周末消息面清淡下的一次技术性回抽。真正重要的不是这10几美元的缺口本身，而是接下来价格会不会重新收复周五的收盘价，站回4680上方。这一点我们放到后面的展望里，再给你一个明确的观察坐标。黄金这一天究竟是怎么走的，值得我们拆开来看。周五开盘之后，金价并没有一上来就暴冲，
而是先在4590到4620之间稳了稳脚跟，确认了下方支撑没有松动，多头才开始真正发力，真正的加速出现在鲍威尔讲话之后，买盘一涌而入，价格几乎是单边往上，最高摸到接近4680，最后干脆就收在了当天的高点附近4680.6，收盘能收在最高点附近，这是一个很强的信号，说明到收盘为止，买方都没有松手，卖方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单的画面来理解周五的多空力量。你可以把这一天想象成一场拔河，绳子在4590这个点上僵持了大半天，谁也没占到便宜。直到鲍威尔一开口，等于是给多头这边突然加进来一群壮汉，绳子瞬间就被拽了过去。这种一边倒的走法，好处是气势足，方向明确，隐患是赢得太干脆、太快，短时间内积累的获利盘也就越多，随时可能有人想着先兑现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收在高点是强势信号，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再把镜头拉远一点，用均线来给这波行情定个位。目前黄金的50日均线在4188，200日均线在4591，周五的收盘价4680.6，站在了这两条均线的上方，尤其是刚刚站稳200日均线，这在技术上意味着中期趋势重新回到了多头这一边。不过我也要提醒你一句，现在的价格已经明显的远离了50日均线，两者之间差了将近500美元。这就好比一个人一口气爬了很高的楼梯，短时间内跑得越快，中途停下来喘口气，回头找一找支撑的需求也就越大。这不代表要跌，但它是我们理解周一为什么会低开的一个背景。那白银呢？白银这次基本上是紧紧跟着黄金在走，属于同涨同跌的节奏，没有走出自己独立的故事。它从68.1涨到69.53，涨幅2.09%，比黄金的2.39略微弱了那么一点点。你可能会问，白银不是号称黄金的高贝塔表亲吗？涨的时候应该更猛才对。这里有个小细节，白银的上方正好压着200日均线71.5这道坎，周五冲到69.5附近就有点力气不够了，所以金银比价从上周的收敛又小幅回到67.3，白银暂时没能继续跑赢黄金。简单说，白银这一天是合格的跟班，但还没接过领涨的接力棒。顺便解释一下金银比价这个概念，它就是买1盎司黄金需要花掉多少盎司白银，比价往下走，代表白银更强，跑赢黄金；比价往上走，代表白银偏弱。周五这个比价稳在67.3，意味着两者基本同步，白银还没有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独立强势。好，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一切上涨背后真正的那只手是谁？答案非常清楚，就是美联储，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市场对降息的预期。周五，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的讲话被市场解读为明显偏鸽，也就是偏向宽松。讲话之后，市场对9月降息的押注一度从原本的70%直接跳升到90%以上，几乎是把降息当成板上钉钉的事情在交易了。那降息预期为什么能这么直接的推动金价？我给你拆成2步来看。第一步是实际利率，黄金本身是不升息的，你拿着它，它不会给你利息。所以当市场预期央行要降息，未来的实际利率会往下走的时候，持有黄金的这个机会成本就变小了，黄金相对债券、相对存款的吸引力就上来了。第二步是美元，降息预期升温，往往会压制美元的走强，而黄金是用美元标价的，美元一软，同样1盎司黄金用美元计价自然就更贵。这2条线，一条压低机会成本，一条压低美元，方向一致的把金价往上抬。关于机会成本，我再打一个特别接地气的比方，假设你手里有一笔钱，一边是把它存进银行，每年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利息，
另一边是把它换成金子，放在保险柜里，不产生任何利息。当银行给的利息很高的时候，你当然更愿意存钱，拿金子就显得亏。可当市场都在预期利息要往下调，以后存钱越来越不划算的时候，那个原本让你嫌弃金子不生息的理由就被削弱了，资金自然愿意往黄金这边挪一挪。周五发生的本质上就是这么一场心理天平的倾斜，这也是为什么一句偏鸽的讲话能有这么大的能量。这里有个有意思的细节，我要专门给你点一下，免得你去看盘的时候产生困惑。周五那天，10年期美债收益率其实不但没跌，还小幅上行到了 4.74 附近。你可能会想，收益率上行不是应该利空黄金吗？没错，但关键在于这次驱动金价的是市场对政策利率，也就是对短端和未来实际利率下行的预期。这个逻辑压过了长端收益率的小幅波动。换句话说，市场买的是宽松这个大方向，而不是纠结于某一天长债利率跳了几个点。看行情，一定要抓住当天真正的主线，不要被次要的噪音带偏。那有没有避险的成分在里面？我要实话实说，周五这一波避险不是主角，它更像是一场典型的宽松交易，是流动性预期带来的普涨。全球股市当天情绪也不差，并不是那种大家因为恐慌集体涌向黄金的避险行情。所以在没有明确新增地缘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不必去过度想象避险的故事，把这波定性为宽松驱动的资金行情，会更贴近事实，也更利于我们判断后面它能不能持续。再来把美联储这条线彻底说透。这里先补一个概念，帮你把逻辑串得更牢。我们常说的实际利率，粗略的讲，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黄金最怕的就是实际利率往上走的环境，那时候拿着不生息的黄金，等于是在白白承担机会成本。而一旦美联储开始降息，名义利率往下走，只要通胀不失控，实际利率的重心就会跟着往下移。这恰恰是黄金最喜欢的土壤。理解了这一层，你就明白为什么市场对降息这么敏感，金价对鲍威尔的一句话反应这么大了。市场现在几乎笃定9月要降息，这本身既是黄金的益，也可能是黄金的坑。说它是益，是因为只要宽松的方向不变，实际利率往下走，黄金作为不生息资产的相对吸引力就在提升，中期的支撑是实实在在的。说它是坑，是因为预期打得太满，往往会埋下一个隐患，叫做买预期，卖事实。如果9月真的降息落地，一部分资金反而会选择在那个时候获利了结，把之前涨上来的一部分利润先落袋为安，那就会形成阶段性的抛压。所以越是预期一致的时候，我们越要留一份清醒，重点去关注那些可能正尾降息节奏的数据，比如通胀会不会突然反弹。从技术面来看，黄金目前的多空攻防线非常清晰，下方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支撑，就是4590这条刚刚收复的200日均线。它以前是压在头上的天花板，现在收复之后就变成了脚下的地板，也是我一直说的多头生命线。只要回踩不跌破它，这波向上的突破就仍然有效。一旦带量跌破，就要小心突破失败。下看4500，上方的压力则是4740这道前高，也就是4、5月份那一片密集的高点区域。只有真正有效的站上去，才算打开年内新高的空间。再看动能指标，黄金目前的14日相对强弱指标，也就是 RSI， 读数是 74.6。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数值越高代表越超买，越低代表越超卖。一般来说，超过70就算进入了超买区。74.6这个数字，一方面说明当前多头的动能确实很强，是实打实的强势，但另一方面它也在提醒我们，短线的涨幅已经有点透支了。回到开头那个反转还是洗盘的问题， RSI 处在超买区，意味着回踩洗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浮筹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追高的性价比正在变低。白银的技术面逻辑跟黄金类似，可以说的更简洁一些。它下方的支撑看67，这里是前期的压力转换而来的支撑，上方的压力看71.3附近，也就是200日均线。这道坎白银这波冲到69.5就没能继续往上，说明压力还是实实在在的。白银的 RSI 是68.3，处在中性偏强，正在逼近超买的位置，比黄金的74.6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余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白银这次没有跑赢黄金，它的头顶上还有一条没有收复的200日均线压着。说到这里，我必须要专门用一段来跟你聊聊风险。今天这期节目从头到尾我讲的都是上涨，但你越是听到一片看多的声音，就越要保持冷静。行情涨得越急， RSI 越高，短线技术性回踩的风险其实是在累积，而不是在消失的。尤其是白银，它是高贝塔品种，涨的时候比黄金猛，可一旦市场转向开始回调，它跌起来往往也会放大跌幅。所以无论你现在是看多还是看空，仓位管理和止损纪律都请务必放在第一位。谨慎二字任何时候都不该丢。请记住，市场永远都在，机会也永远都在，活下来拿得稳比一时追得快重要得多。好，最后我们来谈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块，分开跟你说清楚。先看短线怎么看。短线最大的一个变量是本周五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标尺，也是这一周的胜负手。如果这个数据够软，那就等于给9月降息又添了一块筹码，金价有望顺势去挑战4740那道前高。可如果它意外走高，降息预期就会降温，涨幅最猛的黄金往往也是回吐最快的，价格可能就要先回踩4590。所以短线的路径很清楚，上方看4740，下方守4590，中间这一段大概率是围绕本周五的数据来回震荡，消化超买。我给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如果金价回踩4590不破，然后重新站上4700，那突破的成色就更足。反过来，如果带量跌破4590，并且白银领跌，那就要承认这波冲高暂时受阻，先控制风险。这里也顺带给你梳理一下本周的日程安排，做到心里有数。本周的重头戏毫无疑问是周五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这是决定降息故事能不能继续讲下去的关键一票，也是全周最大的变量。再往后看，进入9月初，我们会迎来非农就业数据，它会进一步验证美联储的降息路径是不是走得通。到了9月中旬，还有一场备受瞩目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市场现在高度压住降息就在这次落地。所以这一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核心 PCE 之前的等待期，量能和波动很可能都要等数据出来才会真正放大。再看长线怎么看，把时间拉长到几个月的维度，黄金的大逻辑，我个人依然是偏多的。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去美元化的趋势没有变，美国的债务问题，以及未来实际利率往下走的方向，这些都是支撑金价中枢不断抬升的结构性力量。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短线我偏向震荡，甚至提防一次超买后的回踩，长线我依然偏多。这两个判断并不矛盾，一个说的是这几天的波动，一个说的是这几个月的方向。把这两个时间框架分开，你就不容易被一天的涨跌搞乱心态。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波冲上4680，到底是突破前的最后一跃，还是超买后的又多？我的判断是，大概率会先震荡，再选方向，而不是一口气直接创新高。因为动能虽强，但已经超买，市场很可能需要靠本周五的核心 PCE 来给出最终的答案。数据软就是突破4740的发令枪，数据硬就是回踩4590的导火索。
确认向上的信号，是回踩4590不破，再站上4700，正尾的信号是带量跌破4590，白银领跌。在答案出来之前，与其猜，不如等它自己走出来。送你今天的一句话：站稳4590再谈新高，别在超买里追最后一口。那也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这波金价会先突破4740创新高，还是先回踩4590？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再次郑重提醒，以上所有内容都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有风险，盈亏自负，请你务必保持谨慎，理性看待每一次涨跌，做好自己的资金管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更新你都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